你丫的！注意看，屏幕前的俄罗斯大力士实在太嚣张，来中国打比赛，还对中国选手骂骂咧咧、飙脏话，不仅把台下的中国小孩吓得浑身发抖，还扬言中国人都是弱鸡，自己一拳就能撂翻5个。单单是他这凶狠至极的眼神，台下的女观众都不敢直视，生怕将这家伙惹毛了，做出什么太过分的事情。不过接下来走入比赛现场的中国选手也是一位狠人，他就是来自山东日照的散打猛将郑兆玉。郑兆玉自出道以来就贯彻着敢打敢拼的作战风格，凶悍的打法劝退了许多来华寻衅滋事的老外。虽然俄罗斯大力士米哈伊尔样子特别恐怖，既然这家伙敢来中国撒野，那就必须要让他明白中国人的可怕之处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郑兆玉的精彩表现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米哈伊尔不愧是来自俄罗斯战斗民族的男人，一开场就举着拳头持续逼近郑兆玉那位实施压制。此时别说台下观众了，就连郑兆玉都被吓了一跳。谁也没想到对手居然不做试探，主动发起猛攻的，迫不得已的郑兆玉只好边打边退，进行打出一系列反击。就算失去比赛点数，也不能乱了马脚被 KO 送走。俄罗斯上来就是猛攻啊！这一方面呢，也是一种心理战，就是3板斧，所谓的下马威。其实刚才霍里菲尔先生也在讲，刚才在看到他场地边的热身，包括他的走动，包括他的眼神，非常典型的俄罗斯式的运动员，就像饿虎一样。我们讲的咄咄逼人呢，就不过如此吧。转身边腿，看来他米哈伊尔在台上就跟打鸡血那样亢奋，每次打完一套，非但没有停下休息调整，反而是再次加强攻势，来对郑兆玉展开猛攻。难不成对手就是一个机器人，没有体力限制吗？好在郑兆玉比较擅长游击战术，只要跟米哈伊尔进行拼拳过后，则会迅速后撤，尽可能的将比赛把控在中远距离对峙即可。无谓的搂抱，开始。移动一下，移动步伐，左右之前撤。You think that black shirts get a better kicking or boxing? 好，继续。这是个里勾腿，中国武术打法中呢，属于那个小活。面对米哈伊尔喋喋不休的持续逼近，郑兆玉终于忍无可忍的施展狠招，直接将米哈伊尔举起来就往擂台外扔去。可以说，郑兆玉的这一招杀伤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如果米哈伊尔还是执迷不悟的进行追击，那下次就不会是扔出擂台那么简单了。漂亮！越来越高，clean shot。打得非常的干净。方的重拳非常的重。He gotta go to the body though。而且我们看出一个风格，就作为俄罗斯选手啊，他在攻击对方中，他打完拳之后呢，对对方的颈部有一个控制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经过首回合的初步试探，郑兆玉对米哈伊尔的战术打法有了初步了解。于是郑兆玉不再是默默防守，开始主动进攻。相比较对手的猛打猛冲，郑兆玉表现得特别聪明，频繁抓住对手的防守漏洞，进行精准打击，扩大比分。由此来看，比赛胜利的天平正在缓慢向郑兆玉这边倾斜。I think that's what he's looking for. He's so much stronger physically. You think that one shot gonna get him? 因为我刚才在问说，可能看到两边的拳都打得很重，会不会有一下非常重的重拳就可能打倒对方或者 KO 对方？会菲尔先生，这可能就是现在这俄罗斯选手，就是他希望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就一下解决战斗。但是我倒是觉得呢，可以跟霍利菲尔先生讨论一下，就说看起来用的很大的力量，有时候未必能打出很好的效果。我们发现有些选手打的是很轻松，可是呢，有时候效果会非常显著。这应该有什么要点呢 ？So a lot of people, they throw the really heavy punches, but they didn't get the point. So do you think that they should, getting better quality, the punch?
米哈伊尔的勇往直前，使得郑兆玉内心愤怒，却无可奈何，只能采取精准打击的方式来稳固现有比分。这都说明米哈伊尔不仅人长得凶，打法更加凶猛。小编也很久没有见到过如此精彩、拳拳到肉的比赛了。郑兆玉的教练也开始指挥郑兆玉不要跟对手硬碰硬，接下来的比赛一定要抓漏洞，就算不能 KO 对手，也能利用比分优势赢下比赛。我们听到场那边的教练也在指导中方的说，对方已经没什么劲儿了，可能体力下降比较快。从年龄上看呢，我们看到说作为蓝方选手啊，他年纪要稍微大一些，所以从体能储备上，他应该这个对方要略逊一筹。这场没劲了，往后撤，很好，能接对了，加个后手，抢点后手了，后手，好对了，相信比赛进行到现在，大家已经发现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米哈伊尔从头到尾几乎不会用腿法进攻。那是因为米哈伊尔是从职业拳击转战的自由搏击，自然多年来的比赛经历已经让米哈伊尔习惯了只用出拳碾压对手。反观郑兆玉在擂台上，为了暴揍对手，可是无所不用其极，拳打脚踢还不过瘾，时不时还会衔接顶膝重创对手。很好，遇到不错，我倒是觉得现在这个从黑帮选手的这个命中率好像有所下降。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郑兆玉二话没说，再次将米哈伊尔扔出擂台外。按照比赛规则，不允许使用摔法，故此裁判才会对郑兆玉进行口头警告。长时间的精神亢奋和猛打猛冲，郑兆玉的确有点吃不消。论体力，中国人还真不是俄罗斯男人的对手。接下来的比赛就看郑兆玉能够通过技巧来稳固比赛点数了。Knockout to win. The Russian guy. 啊，现在从霍利菲尔德先生讲，他可能就需要一个 KO 了，一个重拳的 KO， 否则的话，如果打不倒红方选手，他可能从点数上就要失败了。所以我们也说，就是形式上看呢打得很热闹，可是效果上呢，到底怎么样？我们看到是红方呢更善于利用自己的技术，掌握场上的主动权。其实从整个第2回合的整个有效击中点来讲，红方的拳应该是23-10。啊，腿是2-1，所以从这些点上来讲，现在或者是给出他自己的一个观点，也就是说，必须需要一个重拳，必须要把对方打倒。Yeah, the Blackburn need a knockout for one hit. Yeah, one punch. Yeah, that's what he need. This guy don't beat him 2 rounds. Yeah, 而且前2个回合红方已经在领先了。That will. But I think physically he dropped his condition, you know. 此时此刻，米哈伊尔的猛打猛冲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，相反，只要冲到郑兆玉面前，都会遭受一顿毒打。这一下，米哈伊尔的比赛节奏全乱套，因为他也没想到中国选手能够坚持这么久，还能展开反击。为了拿下比赛胜利，米哈伊尔也选择放手一搏，只要自己能够在最后的1分钟时间内将郑兆玉 KO 送走，拿自己比赛中受到的一切伤害都相当值得。It's a very physical game. The Chinese guy showed that he got heart. He got heart. 这 He back and back. 用霍利菲尔德讲，中国的孩子表现出更有心计，而且他更有智谋。所以我们打比赛呢，是用全部身心去打比赛。One warning. It's a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well prepared game. Yeah. So it don't go by looks. Right? 从他的解读更加说，你不要光看那块儿了啊，不能光看外表。我们有一句哲学用语叫"透过现象看本质"啊，对。So the Russian fighter build up the upper body more like even bodybuilders. Yeah, nice physique. 其实从俄罗斯选手来讲，他上肢好像看的就是我们讲更像一个健美的搞健美的。这个战术是对头的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经过评审判断，郑兆玉通过比分优势拿下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郑兆玉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